今天是2023年1月10号，昨天索拉纳是又赚了接近20%，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跟朋友们交代，你如果想再买这个索拉纳的朋友，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压回1个小时布林线下轨的位置，甚至破下轨也可以给我站在买方。那昨天这个下影线的低点是不是非常接近1个小时布林线的下轨？行情已经上来了，现在市场是非常的明显，这一波的龙头不排除可能就是这个索拉纳。那既然看到短线的索拉纳现在还在涨，我的观点是其他的币种，包括比特币或者以太坊，朋友们不要去看空这些币种啊，有可能这一波行情估计就是要往上去看。包括比特币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4个小时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。这个点位给大家踩中过一次，因为它是有一个趋势啊。那现在趋势是不是破了？也是有朋友在担心，或者是我这几天在讲，你看这个布林线4个小时中轨就可以，1个小时你这几天有操作，是不是有利润？这个是不是一个买点？那我跟大家讲，出上轨你就给我卖掉啊，这都是卖点啊。昨天不是有出下轨啊？那现在是不是有利润？等下来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趋势跌破，还是说这边有大量，是不是一个空方的量？等下来跟大家交代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比较 OK，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索拉纳嘛，因为还是最亮的一个仔。支撑位，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吧。支撑位你就这样子来应对啊，看一下它这一根 K 线。大约是在12.4附近，这边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支撑位？因为震荡的话，现在是来到日线布林线上轨的位置。你如果短线要卖也可以哦，我是不选择卖哦。如果它有出轨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会有，就是会不会还会有压回？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再去观察一下，就是12.4是在哪个位置啊？它也是接近日线这边有一根 K 线，我们观察一下。就大约是这一根 K 线破位的位置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区嘛？后面是破，就是它一直在反，因为原先是一个压力，现在变成一个支撑，就是接近这一个位置，也是这一根 K 线，2根 K 线在呼应的位置。所以如果想再买，我的观点是你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位置，当然不一定会压回啊，因为就像昨天的布林线4个小时，它也是一样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它压得很深嘛。我也是希望它能不能压深一点，给一些没在车上的朋友，看能不能再上车。但是主力不给机会啊，所以要追的话，早在日线第一根启动的时候就应该追了。我是追在前一天的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位置其实昨天就是压到非常接近下轨1个小时啊，这个位置，比特币是有压到这个下轨的位置，但是索拉纳是没有压，所以这个品种是非常强势啊。那我的观点是不排除。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，这一根我也是没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这个索拉纳，因为前面一波是一直在崩，也是有在观察，不过没有买在这个最低点啊，也是没买，因为也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上来。当时是看到有大量出来，也是在猜那个是不是有散户被洗出去，但是这一根看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位置已经开始追了，追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其实利润都还可以啊。我的观点是，反正有利润就给我选择报吧。它如果下去的话，防守位你设一个嘛，就12.5。那还有一个观点，昨天有讲到，这边有大量这一根出来就已经非常的明显，这边散户筹码全部被主力给接走了。那主力有可能就是会这样子来搞拉一波。既然连这一个很多一直在担心这一个索拉纳是不是要崩啊 ，FTX 出现危机啊，索拉纳也是要出现危机啊，或者币安也是要出现危机，但是它就是这样子拉上去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现在市场的资金已经不寂寞了，他们前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寂寞，一直在确认到底这个行情要不要上去。如果连这种品种都能拉上来，那我的观点是资金已经开始不想寂寞，有可能就是会开始搞。你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是不是日线已经出量了，出量那4个小时我们观察一下是不太漂亮，4个小时这边有一个空方的量是很明显，或者是不是趋势被跌破。但是我的观点不同啊，它现在是横向在震荡这个区间，因为前面这个位置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当时是有一个 N 型被跌破嘛，破位的时候后面是这个位置，早在这一根上影线的时候就已经过了，过的话当时是没有收在这个上方，压回确认跟大家讲，这一个压回的点位你要站在买方，因为是1个小时里面的 K 线形态，就是
这一根1个小时是一个多方的吞噬。那你压回在这个点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买，我比特币15000的多单是还抱在手上啊。那这个点位有买的话，其实后面是这个位置也有给大家讲，你可以站在买方。那这2天交代的方法就是这一个布林线，很明显啊，它都是下轨有买点，那你有高点的话你就给我赔嘛，短线就这样子来操作。至于4个小时有没有可能走成一个扭转，现在可能还是在震荡，因为也是一直在确认这一个高点是不是有效突破。当时这个位置压回一次是确认这个趋势线，那现在是形态突破，一直在确认这个形态，趋势线会需要这种压回来确认，那形态突破的时候也是需要压回来确认，现在还在这个上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既然有量，你如果担心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，它也是一个空方的量，没错，但是价格它没有一直收在这个下方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大量是有些散户的资金是不是又被下出去。那我们观察一下吧，只要它没破这个位置，或者是也可以看一下更小级别的15分钟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它其实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是一个上涨的量，下跌的量有可能是在这种低的位置，可能是不是在1半的位置有大量，因为我这边没有去看什么5分钟啊或者1分钟，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这个位置没破，你就尽量还是给我往上去看吧。那另外以太坊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已经讲了一段时间啊，它现在是站在20 MA 上方，当然短线就面临这一个矩形，到底能不能给我挑战啊？那如果再观察的话，这个位置就是 N 型的这个高点到底能不能给我过的话不一定会大涨，它有可能会在上面的这个矩形，我也是讲了一段时间，不是在这个下方的矩形，那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上方的矩形来整理时间到位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存在拉升啊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